欢迎登上幽冥列车，一趟通往未知与恐惧的旅程。在台湾某地的深山里，有一个偏远的军事基地。这个基地四周环绕着茂密的森林，常年被浓雾笼罩，使得基地显得神秘而阴森。这座军事基地从日据时代所流传下来，建筑风格略显古老，墙壁上覆盖着厚厚的青苔，仿佛历经沧桑。夜晚来临时，基地内寂静无声，只有风声和偶尔的鸟叫声在黑暗中回响。这个军事基地流传着一些诡异事件，这些传闻从老兵们口耳相传下来，偶尔会有奇怪的现象发生。士兵们经常报告，例如晚上听到莫名其妙的脚步声，厨房里的锅碗瓢盆自己移动，甚至有人说他们看到一道影子在夜晚的走廊徘徊。更离奇的是，有些士兵发现自己的随身物品无故失踪，却在几天后被放回原位，似乎从未离开过。这些事件让士兵们开始心生恐惧，认为这是幽灵在作祟。在日据时代，很多士兵是从日本渡海而来，因为水土不服，台湾的气候多变化，导致士兵常常大病小病不断。据说一个日本兵在来台后染上不明疾病，脸上奇痒，自己忍受不住，竟拿刀划伤，不久便失血过多身亡。年轻的新兵小李被分配到夜间巡逻的任务。小李刚刚入伍不久，对这些幽灵传闻不以为然。夜晚来临，浓雾再次笼罩着基地，视线变得模糊不清。小李独自一人拿着手电筒，在基地的黑暗角落巡逻。忽然，一阵冰凉的寒意掠过他的脊背，他听到了一阵低语声，仿佛有人在耳边轻声说话。谁在那里？小李紧张地叫了一声，只有风声和远处树叶的沙沙声。他心跳加速，手中的手电筒颤抖了起来。他转过身，看到远处走廊上一个模糊的身影，穿着旧日式军装，慢慢地消失在黑暗中。小李几乎被吓得无法动弹。某个深夜，小李在巡逻武器库时，又感到了像上次一样冰冷的寒意。他心生恐惧，但还是鼓起勇气继续巡逻。果不其然，又撞见了那模糊的身影。当他进武器库时，那个身影突然浮现在阴暗的角落，低语重复着。小李试图记住这些话，但还是有些混乱。他惊慌逃离现场，告诉自己这只是幻觉。第三次，小李在一个偏远的哨所巡逻时，又遇到那模糊的身影。小李不再怀疑，他知道这不是幻觉。那身影慢慢变得清晰，脸上的容貌也逐渐浮现。严肃的神情中，依稀可见满布伤痕的面孔。一个似乎是利器所造成的伤口，从他左眼尾一直连到他右嘴角，眼窝凹陷，看不到眼球，透露着一种阴森可怕的气息。那身影忽远忽近，仿佛瞬间移动似的前后移动，就连他重复说的声音也是忽大忽小。这一次，他决定要弄清楚事情的真相。他仔细听那个身影重复说的话，并牢牢记住。随后，那鬼魂迅速撞上小李，小李顿时昏倒。朦胧中，他仿佛在梦里，被引导到了一个地方。那是一栋废弃的屋子，看起来已经荒废多年。窗户破碎，屋顶长满苔藓，门框歪斜，门上满是蛛网。整个屋子散发出一股腐朽的气息。推开门后，映入眼帘的是一整排上下铺，
因为年久，早已没有床板。在最尾端、最边缘的地方，赫然发现那身影。只见他依旧重复着：面容已从严肃渐渐地转变成哀愁，两边眼尾不断下沉，眼洞内流出不明的液体。他的声音越来越大，他的身影越来越大。小李瘫坐在地，连忙用手遮住耳朵，眼睛闭着，并大声说：“我不懂啊，不要害我。”到了夜间巡逻交班的时间，其他同袍发现小李昏倒在地，喃喃自语：“不要害我，不要害我。”大家急忙将他叫醒。“小李，你怎么了？”一个同梯担心地问道。小李突然惊醒，说道：“我刚才见到一个模糊的身影了。”他说：“可是我不懂日文。”他一直重复。我记了下来，有谁懂日文？小李惊魂未定地说道。刚好辅导长是日文专长，听到后说：“念给我听听。”小李照做了。辅导长听后皱了皱眉头，然后脸色凝重地解释说：“意思是，我想我的家人啊。”经历了这件事后，小李觉得心神不宁，不断的呕吐，去看了诊所，也查不出什么大碍，因此他决定向基地的长官报告这个情况。长官听了他的经历后，建议他去附近的大庙收金。小李来到了这座著名的庙宇，虔诚跪拜后，立即找到了庙祝，并告知庙祝发生的事情。庙祝了解了他的经历后，准备了一场完整的收金仪式。庙祝透过了仪式，了解到了鬼魂为何一直存在这里的原因，并告诉小李，这个灵魂需要完成一个任务才能安息，他想要你帮他完成。小李回到基地后，仔细回想遇到的整个经过，蓦然想起在那似梦非梦的地方，立刻询问基地长官。原来整个后山都是基地范围，在山里更深的那一处，果真有一处年久失修的房子。他协同一个同梯前去，走了约半小时，走向那已经没有道路的路线，也抵达了那房子。小李按照着那梦中的场景，走向最尾端、最边缘的上下床铺，根本没有任何线索在这。小李慌了，碎碎念道：“到底在哪呢？到底在哪呢？”小李灵光一闪，爬上没有床板的上铺，看了旁边的铁架，果真在铁架缝中找到一个信封。那信封已经发黄褪色，上面只简单写了几个日文字。他紧捏着这信封，返回基地中。他将信交给了基地指挥官，并讲述了整个经历。指挥官以及辅导长并不敢打开此信，担心冒犯了，连忙搜寻入伍过往记录。指挥官说：“这确实是这个灵魂的遗物，我们必须马上将它送到他的家人手中。这是一个大工程，不仅是年久以前的入伍记录，更因为是远在他国一群陌生的家人正在等待渺无音讯的回应。最终不仅天助人助，此信惊动了两国外交、国防等相关人士，不久便将此信交至一直等待的家人。最后，为了感谢庙祝的帮助，小李决定回到庙里还愿。他向庙祝详述说明了事情的经过。庙祝听后微笑点头，解释道：“这个灵魂在此长居，是因为他内心的遗憾，希望有一天能有人帮他完成心愿。如今信件送达，他的心愿完成，灵魂得以安息，也离开了这个世界。”
小李终于感受到一种释怀，心中的负担减轻了许多。他回到了基地，发现那令人毛骨悚然的现象果然消失了。从此，这个军事基地再也没有出现喃喃自语的声音。幽冥列车，下一站，你准备好了吗？